我在3秒钟给了回答，我说，答案是，公元2022年5月9日，北京时间15:00以前会结束这场战争。场上鸦雀无声。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过去啊，我除了在这个电视台啊，还有这个广播电台啊，做一些评论以外呢，还到这个大专院校啊，或者是这个国家机关的这些这个机关里边啊，或者是咱们企业啊，也进行一些，比如说军事科普啊，或者是这个国防教育啊，这情况比较多。但这次啊，俄乌爆发了军事冲突以来啊，好多金融机构，什么这个叫私募咨询机构啊，都来找我说让我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就是俄乌的军事冲突的情况。后来我就问我说，这个我对金融这个东西是一窍不通，不懂，没法给你们讲。他说不用你给我们讲金融，你给我们讲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战争的战况。还有一些分析。我说这个对你金融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这次俄乌军事冲突以后啊，说这个股市大跌，这个好多的经济啊都受到了影响，包括这些原材料啊、能源等等的。他说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你来给我们讲一讲。我说好。那这样的话呢，我说你这个听的啊，这些这个朋友啊。都是来自哪方面？他说呀，都是在这次啊，就是俄乌军事冲突以后啊，买股啊或者金融产品呢赔了钱的。我说那得有多少啊？他说你说呢？我说怎么也得有100万吧。他就笑，他说你再乘20。然后我说2000万啊？他说2000万都不止。好，我一听我说好家伙，这个影响确实比较大。后来我说那这个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呢，他说我提问题，你回答啊。我说好，那这个我说你准备提多少问题？他说我准备提5个问题，啊，你这个无论答对答错都可以啊，就是回答1个问题啊，我给你1000人民币。这个我说那对错呢？对错不管，对了错了都给你1000。我说那要不然。咱们凑个整，你给我出10个问题啊，咱们凑1万，反正对错都没关系嘛。他说你不是想多要钱吗？可以啊，因为我要问你的问题都不是现在能够证明它的对错的，是要将来就是这个军事冲突或者这个战场态势发生变化以后才能证明你说的对不对。他说如果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就像天气预报吧，他说15天以后到底下不下雨，你说下雨。那咱们看15天以后下不下，下雨你就是正确的啊。那好，他给我什么补偿呢？说我给你乘10，就1000乘10啊，给你1万啊，就你答对了1题，我给你1万，5个题都答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我说那万一我要是答错了呢？他说答错了也不要紧，我不扣你的钱，但是下面这些听众啊，可都是赔了钱的，他们要是让你给忽悠了。你想一想，他们不会让你赔钱，但是啊，你就想这个结果。后来我说你这个套路，这不是跟拜登总统一样吗？他说怎么跟拜登总统一样？我说你看，我要是答对了啊，那股民大家都说你好，说你看你找了个专家说对了，我们好像按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你看你赢了。如果我答错了，那这个股民他肯定恨我呀，说你看你瞎忽悠，你这个说错了啊，把我们都给骗了。那你看你还是赢家，所以无论我说的对错，你都是赢家。无论啊这个结局怎么样，反正是我和股民亏，哈哈，你是没有亏的。他说我们的套路跟拜登总统不一样。他说我们还拉了个第三者。我说怎么叫拉了个第三者呀？他说在你之前呢，还有一位老师。也给我们这里讲过课，讲过课呢，但是我们听啊，他的观点跟你完全不一致。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的观点跟我不一致？他说他讲了之后呢，
我们也听你的了，因为你是在电视台啊，在广播电台啊，你在讲你自己的观点吧，跟他讲的不一样。那我们把你请来，那最后啊，这个结果就是，也就是15天以后下不下雨，你们俩要么下，要么不下，你们俩总有一个错的，你们俩错了之后就倒下一个。我说那你还是跟拜登总统的套路一样啊，对吧？他说怎么一样啊？我说你看，当俄乌军事冲突以后，拜登总统说了。就跟北约说呀，北约是第三者呀，他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乌克兰呢，他就说了，你们要么跟着我，对吧？跟俄罗斯迎头对撞，去打第3次世界大战。你们要不愿意打第3次世界大战，那你们就跟我一块制裁俄罗斯。那北约当然要跟着一块制裁俄罗斯了，他不可能去打第3次世界大战呢。所以呢，就出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说啊，你看，如果我说完了之后，我们2个人的观点不一致，总有一个错，总有一个对，那就是要倒下，对吧？但是如果我现在退场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关注点，或者是说对我的这个判断是怀疑的，因为我不敢讲了，我不敢就是拿到你就是介绍来的这么多的啊，咱们说网友朋友啊面前去阐述我自己的观点了，那我显然是败下阵来了。你可以把这个观点马上就告诉大家呀，说你看某某老师说了以后，另外一个老师他的观点跟他相反，他不敢来说了，那我不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吗？我不就败下阵来了吗？所以我现在必须得上场了。那我就说，那就咱们这样吧，5个问题啊，请提问。他就说了，这个我们呢，也不用你画什么，就是图板介绍这个战场形势，我提问你回答就行了。而且呢，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大家现在都在听你讲。我说好，那咱们就开始。他就说好，今天我们请来了谁谁谁啊，这个专家请听题啊，请问，就是当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后，或者说俄乌战争进行以后，根据你对战场情况的判断，你认为这场战争最迟啊会在什么时间结束？最好能够精确到哪一天？回答时间5秒。大家想想，俄乌这么大的军事冲突，要在5秒钟之内给出一个最后的期限，要精确到日。你这场战争不和普京总统商量，你不和泽连斯基总统商量，你不和拜登总统商量，谁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可是谁又能跟这3个人进行协商，然后达成一致啊？而且就在5秒钟，你5秒钟别说人脑，你电脑也做不出来啊。但是我在3秒钟给了回答，我说答案是公元2022年5月9日北京时间15点00分以前会结束这场战争。场上鸦雀无声，停了几秒，主持人问：请问为什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当然，在下期节目里边，我们会为大家解释为什么会在这个天、这个时刻以前结束这场战争或军事行动。